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米。那很久没有开箱 Remain 盒玩了。那今天我们来开箱我很喜欢的一个 IP， 叫做面包小偷。面包小偷之职人面包屋。面包小偷是我从 Can11 那边认识的一个绘本角色。那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哦，值得介绍给大家。那可以看到它附的这个特点，就是背景板的部分，它是一个单色的。它这一套也是没有盒玩纸的，所有的东西。那它两边这个侧面是蛮可爱的它一个摆设的方式哦。对，两边是一样的。对，那里面的这个背景板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其实就是单色的啦。然后小盒是长这个样子，一共有6小盒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。第一盒美味的面包，这底下有生菜，然后看起来很像是牛肉汉堡。其实质感我是觉得非常的棒。然后这上面的纹理啊，有没有跟底下这个面包的这种纹理都有做出来耶。好，再来这个是小熊面包，它整体是长这样子的。那它的背后的纹路是这样。那这个小熊面包一共有两个小熊面包。再来这个是老鼠面包，超可爱的。那这上面也可以看到它的涂装是这种渐层，上面是比较深，下面比较浅。然后它涂装是这样子。这就是面团进烤箱之前会涂上一层，不知道是蛋黄液还是奶油，有点忘记了，就黄黄的液体，然后就有这个漂亮的光泽。那老鼠面包它一共这个是给3个，那这后面有一个洞嘛，它是要放在托盘上面，托盘长这样子。其实这个质感我是觉得蛮好的，有点像那个森林家族，有没有开在森林里面的面包店？其实我是觉得它不需要有这个洞啊，直接让我们这样放上去也可以啊。但应该是要完整呈现绘本吧，摆上去就是这样子，其实是蛮好看的，非常好看。然后这个就是第3只老鼠，它跟这个夹子啊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的3只老鼠一共就是这样，有没有摆在一起，超可爱的。最后就是我们的面包师傅。有没有手这边就有洞，就给你插下去的。那它整体的涂装我是觉得蛮好的，除了这个脖子这边接缝稍微有一点瑕疵，其他地方我都觉得不错。那这个也很像面包，很像这个拳头面包，有没有这样打过来？那我们就快速把这个装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装上去就是长这样子，他拿着托盘在夹老鼠面包进来。这边有新出炉的老鼠面包，客人要不要来一个啊？这样子。那这底下有个洞啊，是它有附这个底座，那就可以装上底座，会比较稳一点。不然它这个重心整个都在前面，这整个分量也蛮扎实的，就是它这一个整个感觉里面是实心的感觉，是长这个样子，超可爱的。第一盒里面还有一个托盘跟夹子。托盘就是整体是雾面的，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看的。这个夹子的话，就是整个是银色的，然后很亮银色，但是这个好像有点硬，对，基本上是不能弯，所以你一压下去可能就断了，这个要小心一点。第2盒隐身术，这个桌子是有立体的纹路，然后是矮矮的桌子，对，像这样子，脚很短哦。那底下就普通，没什么。再来是熊猫，那它整体的造型其实蛮可爱的。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长这样子。然后拿一个木头的托盘，然后是坐姿，底下是亮亮的感觉，所以它这边是亮面的，然后这白色是雾面的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托盘的木头纹路非常的好看，只是它这边的涂装。接缝处是黑黑的呢，这如果会涂装这边把它补起来，我觉得会很好看。再来这个是一个盘子，这很像一个竹篮的感觉，因为旁边有这种藤编的感觉哦。这个东西其实我是不太懂它要表达什么，因为它这个是软的，有没有？超软，反正就是一个放面包的这个竹篮。这个表面的光泽也不错，只是这个料看起来有点玩具。对，这个是我觉得它里面面包。做的比较不像的一个，只是它的颜色跟背后的这个烤焦的这个纹理，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，只是这个上面的料就稍微有点玩具。这个披萨它一共给你3片，这上面的耳朵、眼睛、鼻子看起来就是像巧克力豆的感觉，非常的可口，然后面包本身的质感也不错。
对，也是有那种渐层，然后后面是有这种纹理。那熊猫面包它一共给你3颗，其实真的是超可爱的。那有这么好吃的面包，就会有面包小偷咯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位面包小偷登场，长这个样子的哦，真的是蛮可爱的哦。放在吐司里面，然后它的脚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小尾巴在后面。那个有没有人没看过面包小偷这个绘本？其实面包小偷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其实是老鼠，对，它就是老鼠，长这样子，所以它有这个小尾巴，灰色的小老鼠，然后它都会躲在这个吐司里面伪装，然后去偷吃这个面包，因为太喜欢吃面包了，所以去偷吃，然后有一次偷吃到这个难吃的，然后就决定要去摊牌说你这个面包太难吃了，然后他就决定自己也来学做面包这样子。第3盒咻，那它跟第2盒是有一模一样的桌子，然后也有一模一样的这个竹篮，对，可爱的兔子，那它一样是有一个木头托盘，它的这个纹路是立体的。刚刚这个熊猫没介绍到，它的涂装我觉得是比熊猫还差一点，像这接缝处都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粗糙一点，对，那整体的涂装是雾面的这样子，还可以啊，就是摆着看还 OK。这个在台湾也很多面包店都会卖哦，就是大亨堡的热狗，然后夹在面包里面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这个我在台湾也超爱吃。那它这个背后的这个纹理跟颜色看起来也是很棒。那这个热狗面包它一共是给你3个，可以放在这个竹篮上面，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。再来是我们有兔子面包，但是它这个质感有没有？它这边这种硬硬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它是不是其实是做那种面包饼干啊，烘焙的那种小西点饼干的感觉。那这个兔子饼干它一共也是给你3个，就可以放在这个椅子上面，不是椅子，这个桌子上面。那这么美味的面包，当然会有噔噔噔噔噔噔面包小偷登场喽。那这一次的面包小偷他就是偷走了一个这个法国面包，这颜色看起来真的超好吃的哦，颜色非常的逼真，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凹洞也很漂亮。那它整体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它正在跑步这样子。那它这边也是有一个脚架在这边放上去。那这一盒主题是叫做这个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它这样子有没有？上面咻，然后这样偷走这样子，真的是蛮可爱的。第4盒快步树，首先我们有一个柜子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除了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那其他地方我是觉得颜色都蛮漂亮的，很温暖的感觉，温馨感。再来我们有一个面包，对，它不是面包小偷，它就是吐司面包，这样子的吐司面包，可颂面包很漂亮，颜色啊、纹理啊都很漂亮。可颂面包它是给你2个。再来我们有一个巴掌型的面包，这个蓬松感我觉得是有做出来，这看起来也很好吃。巴掌面包也是给你2个，这样除了这个吐司是1个，其他都有2个，是不是又要有噔噔噔噔噔？没错，这个我们的面包小偷又登场啦。这个看起来，它这个姿势看起来有点妩媚的感觉，好像在跳舞。对，是长这样子，跟这个很像哦。就是它因为就是躲在这个里面，那它一样有一个底座，先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子一个底座。那因为这一盒的这个主题是快步嘛，所以它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在跑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脚这样子很快，快步的感觉有点像忍者，然后这样跑步，这样子。第5盒冒牌的面包小偷，第5盒的柜子长这样子，跟刚刚第4盒是给一模一样的柜子，这上面的光泽真的是看起来非常漂亮。那巧克力线在这边，那整体的造型是这样，该有的皱褶也都有。巧克力螺旋面包它一样有给你2个。再来是我当初看到这一套介绍就很喜欢的一个品项，就是乌龟菠萝面包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那这个菠萝面包的质感就是非常的漂亮，然后乌龟的造型也很可爱。那它后面是长这样子，放在水上，感觉应该也蛮漂亮的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乌龟感觉。那这个乌龟也是给你2只。那这个盐可颂面包它一样是给你2个，但是修蛋机嘞，当然它不是
普通的这个盐可颂面包，它是冒牌的面包小偷。对，那我们正牌的面包小偷里面是老鼠嘛，这个是主角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冒牌的面包小偷，它里面是一只松鼠。对，这个老鼠，这个是松鼠。这一只我是觉得也超可爱，超级可爱的。那它一样是有一个透明的支架，因为它的小脚脚是站不起来的。对，透明的支架这样子。第6盒，啪嗒，矮矮的小桌子。那这上面的纹理也是立体的，非常的好看。再来，我们有一个面包店非常重要的道具，就是托盘架。那底下可以放托盘，上面可以放夹子，是一个蛮好看的架子哦。那这一盒它一共给你3个托盘，那跟我们第1盒的这个托盘啊，质感的颜色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它这里也给你3个夹子，那跟第1盒的这个夹子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它这一组啊，一共就是有4个托盘，4个夹子。就可以翻开我们刚刚的小桌子，这样子给人家拿，可以进门的时候就可以拿一个托盘夹子，然后来选购这个面包。是造型的告示牌，那它上面是写热乎乎的时间，应该指的就是面包出炉的时间，有8点啊、11点，还有下午3点。整体是一个吐司切片的感觉的一个造型，它也有这个立座。那插下去，你就可以摆放在各种地方。小狗造型的面包，这个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的感觉。那整体的造型就是这样子，很像猫头鹰的小鸟面包，就是因为它这2边的翅膀是这个造型，很像这样站着的猫头鹰。然后背面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一开始看到以为这个是电话面包，因为这很像那个拨电话的这个话筒拿起来拨电话这样子。那这个果酱都是印刷好的，完全都不用贴贴纸，非常的棒。质感其实也不错，亮面的感觉。整体的造型是这样子，只是它这里是不能开，它这个盖子是一个造型的。最后是面包小偷，对，面包小偷又登场了。但是仔细看一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哦，然后他的脚，他是没有给你支架，就是之前我们不是都有这个透明支架嘛，可以给他用，但是这一盒就没有，它底下也没有动，所以你基本上是站不起来的。它这一盒啊叫做啪的一声，就是有点像是我在跑步嘛，然后突然可能是什么老板来了啊，啪一声，赶快假装是面包这样子，所以它在这个盒子上的示意图也是有没有？他是这样躺着，比如说啪啪啪啪啪，赶快躺着，啪嗒，假装吃面包这样子，蛮可爱的哦，就是一个装死的感觉。这边有一个面包小偷，他想要噔噔噔偷走的东西，所以就赶快从那边咻偷走了这样子。那这边也有一个面包小偷，他偷了一个法棍，偷了这个法国面包，就这样也绕跑了这样子。那这边还有一个伪装的面包小偷，他平常是这样子，等到没人的时候，噔噔就开始偷东西这样子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被抓包的面包小偷，走到一半就这样子，啪嗒，假装是面包，赶快躺下来装死。那这边还有爷爷在要补货啊，可以面对这个架子补货这样子，算是一个故事感蛮不错的。那这边还有一个隐身术面包小偷。直接引申成吐司了。那这一组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喜欢面包小偷啊，真的是可以收，因为它的涂装真的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也放一个人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例，本田味样是13.2公分左右，那这个小桌子是2.2公分，然后这个柜子是6.3还是6.2左右。这个汉堡啊，我是觉得可以给6寸人偶用。就是类似吃大汉堡的感觉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哦。那面包小偷，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收。那我觉得里面的东西说少不少，说多不多，它不是真的很丰富。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面包小偷绘本的故事的话，是可以从里面的这些零配件啊，去发现一些有趣的这个故事性。除了有些地方有一些小小瑕疵嘛，但是我觉得它其他的涂装，尤其是这个面包的涂装，真的是很拟真，然后又不会说很卡通，就会让我觉得说，看到这个面包我会有点肚子饿的感觉。对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我是 Tommy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